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有网友给我提出一个问题，说美国它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经48年了，是不是该淘汰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既然已经48年了，虽然有吧，但是它的战斗力也不强了。那我就要给他讲一下美国实际上它海军的现在航母的情况。因为目前美国海军是拥有11艘航空母舰，10艘呢都是尼米兹级的，那么只有1艘呢是福特级的，也就是说它海军现在保持了11艘核动力的10万吨级的航空母舰这样一个规模。还有一个呢，就是目前呢，尽管就是福特级入役以后，它推迟了入役的时间，就是事实上在这个很多的武器装备的性能上也没有达到原来的这些指标。但无论怎么讲，它毕竟搭载的是 F-35C 这样的隐身的战机，并且呢是一种自动化程度很高，而且它的就是在维修期间呢，就是比如说核反应堆的换料日常过一段时间它不是要检修吗？这个时间已经大大的减少了，实际上它的使用率呢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既然如此，从世界各国海军的能力上来比就是指装备的这个能力上来比呢，美国目前是航空母舰最多的国家，11艘。它的这种航母的性能呢，我们不要讲就是福特级的这个性能如何先进，就仅以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来讲，它的吨位10万吨，这个是最大的。它的动力是核动力，那除了法国是核动力以外，其他国家还没有核动力的航空母舰。那它的这种作战的飞机主要是超级大黄蜂，但是人家这个上面是采用弹射起飞，并且使用固定翼的预警翼，比如说 E2C 或者是 E2D 这样鹰眼和超级鹰眼，所以它海上的作战能力仍然是非常强大的。但为什么又说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它的这个编队并不可怕呢？因为美国的海军战略是全球部署、前沿部署，也就是说要把11艘航空母舰除去维修的，还有训练的，那部署出来的可能还有1/3，也就是说它可能在日常值班的只有4艘这样一个水平，或者是5艘这样一个水平。那现在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它要在全球部署，那在某一个区域里边无论是中东或者亚太它的数量不会很多。再有呢，就是当现在他用这种航空母舰打击一个中小国家的时候，那战力是很强的，因为上面可以搭载100多架战机。但是你要去打大国那这个水平可就不够了，因为你要到别人的家门口去，你的航空母舰上满载也就是100架飞机左右，还是各种型号的。可是人家有陆基的飞机，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空中也有飞机，还有导弹。那你的这些防空还有反潜还有反舰这样整个形成一个体系，那你的这个舰载机和你的这个航母编队的作战能力就显得不足。所以我们讲美国它现在就尽管是航母最多，可是它老嚷嚷着不够用，因为它的这种战略是一种全球称霸的战略，是一种到别人家门口去威胁的战略，所以它就不够。但是就其他国家而言，它没必要向美国发展这么多的航空母舰，所以航空母舰的发展它完全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军事需求和它的海军战略来确定的。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就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多，那是不是就要在数量上跟它拼数量？如果美国的航空母舰现在往福特级发展，那是不是就应该我们也应该往福特级上这种非常先进的隐身战机的航空母舰上发展？那现在又有说这个尼米兹级的已经48年了，实际上没有战力了，也不能这么看，因为它刚对这个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中的华盛顿号进行了升级改装，它的升级改装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就是原来尼米兹级的航母的作战能力。所以也不要小觑，当我们分析一个平台或者是一支部队的装备的时候，一定要全面的看从它的战略，从它的执行的任务，从它现在应对的对手的情况来进行分析，这样呢，我们才能了解或者掌握对方的或者是我们要评判的这个国家的装备和它的海军的实际的能力。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